中国也有集权的时候，也有放权的时候。但是，即便它是放权的时候，你在共产党统治下，它都是极权主义制度。它共产党统治下，这个极权主义制度下的所谓放权，从来没有把政治权放过。所以，中国真正就是向地方放权，在极权主义制度下向地方放权最狠的时候是文革、文化革命的时候的大规模的向地方的放权，是文化革命的结果。也是毛泽东有意制造的。他为什么要制造？这是人们需要关心的。习近平是想要更集权，想要这个国家层次掌握更大的权力，但是其实他做不到。徐老师有一个比较理论的、比较概念的差别，我觉得要趁这个机会也请您讲一下。就是极权主义制度，英文就是 totalitarianism。对。还有一个词是这个集权，就是中央集中的那个集，就是 centralization。对。这两个词可能很多人不太理解，但是您为什么觉得现在要专门把这两个词区分一下？意义是什么？对，这个就是很不幸呢，就是在中文里这个发音是一样的，就像法治，就是一个是 rule of law， 一个是 rule by law， 这是截然不同，正好相反的概念。而这个极权主义呢是这个 totalitarianism， 而这个集权呢是 centralization， 这个呢也是完全不同的含义。这个极权主义呢，它是这个指的是，就是你就从它的这个英文字的字根，你就已经看到了，它指的是完全控制、全面控制。它就指的是这一个党呢，把所有什么都控制了，指的是这个。而这个 centralization 呢，指的是这个他把这个权力集中起来。那么权力集中起来呢，是可以发生在任何制度下的。所以呢，这个权力集中起来，比如说你在民主宪政制度下，也可以是权力更集中的，也可以是权力更这个放到地方的。那么权力更集中的民主宪政的国家，最突出的例子就是英国跟日本。而这个英国呢，自从这个光荣革命产生了这个英国的这个制度以来，它一直是权力集中的。所以呢，如果我们讲的是集权，那么和美国对比，英国从来是集权的，但是呢，它是这个世界上最稳定的这个民主宪政制度。那么和这个在同样是民主宪政制度下，和这个集权，它在政治学上通常是用另外一个概念，叫做这个 uniform， 这个和它是对应于 federal。uniform 呢，这个通常会这个有各种各样的翻译，其实对，这各种各样的翻译其实都无所谓，但是它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整个国家的权力是集中在国家政权手里。那跟它对应的联邦政府呢，就是这个国家的权力呢是分散在这个国家政权和这个区域政权里。那么世界上呢，复原另外一个重要的例子，集权的例子就是日本。日本也是从来是一个集权国家，集中权力的，对，它就是这个权力是集中在国家政权手里。那么这个，但是事实上呢，就是无论是英国也好，还是日本也好呢，每一个城市的市长是当地选的，然后比这更低的层次的这个直到社区呢，都是这个当地选的。但是呢，这个它的比如说这个财税的权利是集中在这个国家这个层面。那么和它对应的呢，就是这个联邦制。那么联邦制呢，这个几乎所有的这个国土辽阔的民主宪政的国家，全部都是联邦制。所以有名的代表，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这个德国，这个等等等等，甚至像瑞士，其实是一个相对小的国家，它都是这个联邦制，就是它这个国家政府这个
实际上在瑞士国家政府的权力相当小，这个权力都在地方手里，所以这个地方，这个讨论到中国呢，中国也有集权的时候，也有放权的时候。但是即便它是放权的时候，你在共产党统治下，它都是集权主义制度。它共产党统治下，这个集权主义制度下的所谓放权，从来没有把政治权放过，从来就是政治权、人事权、意识形态权，通通都是集中，从来没有放过。它放的是这个行政权，放的是一部分的资源的配置的权利，放的实际上呢是为了灵活性。是为了行政处理的时候灵活一点，管这个叫放权。那么在中国呢，这个放权的最突出的这个2波放权，第一波就是大跃进，第2波就是文化革命。这么到了文化革命这个放权放的最猛的时候呢，这个全国的财政收入88%都是从地方来。就是因为中央手里已经剩的企业很少很少了，所以中央没有多少这个财政收入，所以中国真正就是向地方放权，在集权主义制度下向地方放权最狠的时候是文革。然后呢，中国的这个改革开放的开始的时候是个收权的过程，就是跟这个官方的说法是不一致的。这开始的时候是收权的过程。然后呢，是赵紫阳做总理的时候，在已经收权的背景下再放的权，所以通常人们说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个放权，指的是赵紫阳的时候的那个放权。但是即便是赵紫阳那个时候，就是中国改革开放时期最放权的时候是赵紫阳的时期，即便是赵紫阳时期的最放权的时候那个阶段，如果跟文化革命时候比，还是比文化革命的时候更集权的，所以这个呢都是需要这个说清楚的。但是呢，文化革命的时候的更集权，人们不要产生误解，不要以为这跟民主有任何关系，也不要以为这跟经济发展有任何关系，这个是无关的。这个文化革命的时候的大规模的向地方的放权，是文化革命的结果，也是毛泽东有意制造的。他为什么要制造？这是人们需要关心的。他制造这个目的是为了在政治上、在意识形态上、在这个人事上更高度的集中。你看上去好像是个自相矛盾，其实一点都不矛盾。原因是当他把具体的事务性的事儿给放权了之后，他把最大的权力才抓到手里了。还有一方面就是原本呢，中央各部对毛泽东在某种意义上是形成了一种就是不自觉的一种制衡。因为如果资源在中央各部手里，中央各部就是有一定权力的，毛泽东就认为这一部分的权力是他毛泽东这个，比如说中央各部他们的这个上面的首长是这个政府的主席是刘少奇，然后国务院的总理是周恩来。那么如果中央各部的这个控制的资源的量很大，就意味着刘少奇、周恩来都掌握相当大的资源，这样掌握的大规模的资源在国家的水平上对毛泽东就是一种制衡。所以我把你们全架空的办法就是全把这些资源都放下去。但放下去为什么他就觉得他就这个更有权利了呢？是因为他相信他的个人崇拜，在这个个人崇拜下，在他掌握了绝对的最高的党的权力的情况下，他把这个控制资源的权利和具体掌握这个具体事务的权利都弄到地方上去了，中央就都架空了。然后呢，地方一定都这个效忠他，这是他的这个整体上的这个计算。所以呢，这就是为什么在中国产生的，就我把它叫做区域管理的集权主义制度，就是这么来的。这个区域管理的集权主义制度呢，就是政治上、人事上、意识形态上高度集权，比苏联还集权，但是在资源上和这个行政上高度的放权。放权的目的是让这个领袖可以
腾出他的所有的时间精力来，专门抓最大的权力，那么这个他就实现了。那么这样子的一个区域管理的集权主义制度呢，实际上是为中国后来的改革奠定了一个制度的一个基础。所以整个后边的这个经济改革是在这个制度的基础上弄起来。那么这个制度的基础呢，就给了地方很大的在资源上面的自主性，在资源配置啊和地方经济怎么管理啊，就是你必须效忠中央，你中央这个路线你必须执行，那么中央这个看得很紧。但是呢，如果中央的路线是决定发展经济，像邓小平的时期，那么这个地区管理的这种集权主义制度呢，给了地区就是它相当的这个灵活性呢，使得这个地区之间在竞争的时候，使得这个私有经济大发展了。这个就是实际发展出来的这个事情。所以这个简单的讲，集权和放权跟集权主义制度没关系。您说听这个很重要，因为前一段时间就是前些年吧，5、6年前，包括还有学者，美国的学者，但有中国背景的，还在讲就是中国怎么有这个经济发展。他当时的一个思路就是说，各地政府在经济发展的部分获得了很大的灵活性和自主权，各地什么优惠政策呀，什么经济开发区啊，那个安媛媛有一本书，就中国怎么走出来这个经济陷阱。但他这个逻辑到现在就没法解释了。因为最近我知道你也在关注，一个是说各地现在政府都在躺平懒政，第二我能看到好像从形式上看出来，其实全是中央的政策，就是习一个人不知道担了多少个委员会的小组的领导，所以现在我们观察中国目前的情况，他到底想放权还是想集权？他是这样，中国的制度是一个区域管理的集权主义制度，就是无论就是习近平也好，或者任何人取代了他也好，就是你想集权还是想分权，你就是这个制度是这样的，这个制度你想要改变是相当难的，所以习近平呢是非常明显在他的前些年里努力的在集权，但是他无论他如何努力的集权，它的制度是一个区域管理的集权主义制度，就是如果他真的想打破这个区域管理的集权主义制度，变成苏联式的中央集权，实际上是一定要制造巨大的混乱，就是其实是做不到，就是而且当中国就是试图把它从一个苏联式的这个典型苏联式的集权主义制度变成这种中国式的集权主义制度，就是区域管理的第一步就是大跃进。大跃进的时候就是制造了大量的混乱，就是其实是这个都是相关的，就是你想要改它，就是这个就会产生很大的混乱，就是相当高的这个代价。就是这个习近平是想要更集权，想要这个国家层次掌握更大的权力，但是其实他做不到。